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佛历10月下初二，万象小雨，25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1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0基普，跌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9.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8.34基普，涨幅 1.2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0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32.41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34.11点，涨幅 2.44%。开盘 1363.95点，最高 1432.54点，最低 1363.95点。成交量63万0500股，成交金额3亿7886万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0基普。交易量45万33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00基普，交易额2亿8833万6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881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48万基普，涨幅 1.2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3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99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5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庆祝禁止集束炸弹公约生效15周年。9月8日，外交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举办了禁止集束炸弹公约生效15周年庆祝活动。外交部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在活动中指出，老挝在过去15年里，通过持续排查危险区域，为民众返回家园和发展生产提供了保障。政府也出台了政策，为未爆弹药受害者提供医疗和康复支持，并加强了对社区尤其是儿童的风险教育。据统计，2025年1月以来，共发生8起未爆弹药事故，造成14人伤亡，其中儿童受害者占比高达 67%。老挝于2010年8月1日成为公约缔约国，彰显了其致力于创建安全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2. 万涛国际口岸海关收入超额完成任务。近日，万涛国际口岸海关关长蒲从颂吉接受采访时表示，万涛国际口岸持续超额完成收入任务。蒲从颂吉关长介绍说，该口岸位于占巴塞省的波通县，收入超额完成任务的原因在于海关收入征管实现了现代化，使用了国家单一窗口系统，并通过海关仓库管理系统进行管理。此外，还使用光束扫描系统对大型货物和物品进行快速便捷、节省时间的检查，并通过系统管理各类关税和税收的征收，确保了收入及时上缴国库。蒲从颂吉关长还透露，2025财年的征收计划为16822亿基普，在过去的8个月里已完成12327.6亿基普。3. 纳坎小学获赠教育和体育用品。上周末，沙耶武里省帕莱县越野摩托车协会联合当地政府，向帕莱县纳坎小学捐赠了价值超过1000万基普的教育和体育用品，包括学习用品、校服和电脑等。协会主席西维莱苏纳肯表示，此次捐赠旨在帮助偏远地区缺乏学习用品的学生，以期鼓励更多孩子入学，逐步降低辍学率。帕莱副县长维谦冯达拉对协会的善举表示感谢，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援助。4. 沙湾拿吉省省长出席占蓬县混凝土道路启用仪式。9月7日，沙湾拿吉省占蓬县举行了市区混凝土道路启用仪式，沙湾拿吉省省长本乔姆乌本巴瑟等领导出席。占蓬县县长坎塔希纳松汇报称，
该项目于7月动工，9月初竣工，道路全长350米，宽5.5米，厚15厘米，道路总造价4.15亿吉普，资金来源多样，包括省领导拨款、县发展基金、村级团结基金以及社会各界捐款。项目建设得到了当地村民和军警的协助。启用仪式上，领导们剪彩并敲响铜锣，标志着道路正式投入使用。仅仅3个月内就有3000多名游客到访农兰村。来自占巴塞省的消息称，2025年6月至8月，有3261名外国游客到访并体验了占巴塞省巴松县农兰村的旅游服务，其中大部分游客来自泰国。游客在农兰村的主要活动包括入住民宿、徒步欣赏自然风光、野营、观赏应季野花，以及游览卡莫瀑布和苏阿瀑布。这些活动都体现了负责任的环保理念。游客们会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离。老挝越南友谊师范职业技术学校项目交接。9月5日，老挝越南友谊师范职业技术学校项目在该盟省举行了交接仪式。该项目是越南前国家主席赠送给老挝政府的礼物，由老挝教育体育部负责建设，投资500万美元。项目于2022年11月动工，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实验室和实训车间等设施。此外，项目还包括教学设备采购、8个职业技术专业的培训以及师资培训。目前，学校已竣工并投入使用，开设了农业种植、畜牧养殖、电器安装、家电维修、摩托车修理、烹饪、美容和缝纫8个专业。工贸部与韩国合作人力资源项目。9月8日，工贸部与韩国国际合作机构共同举行了老挝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创新领域人力资源发展项目的首次指导委员会会议。该项目由韩国政府通过韩国国际合作机构援助500万美元，旨在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发展人力资源，提升老挝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竞争力。项目主要包括2大计划：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创新中心，以及发展数字化领域的人力资源，同时完善课程和基础设施。此次会议旨在加强合作，推动全国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数字化人力资源发展，最终提升国家竞争力。老挝选手晋级世界先生选美10强。在刚刚过去的9月7日晚，2025世界先生选美大赛在泰国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男士代表参加了比赛，其中就包括老挝代表乔尼拉达纳冯。比赛结果显示，乔尼拉达纳冯荣获魅力个性奖，并成功进入前10强。该项比赛的冠军由来自台湾的选手获得。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